俄罗斯掩耳盗铃，意图隐藏炼油厂遇袭的事实。乌军凤凰部队对俄军造成重大打击。亚速旅出击，摧毁俄托列茨克工事。俄军指挥官枪扫士兵，逼迫士兵作战。俄军复古武器频繁使用光缆无人机。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为爱国者系列生产装甲。乌克兰越打钱越多，国库账号与外汇账户再创新高。朝鲜也要制造隐身护卫舰。乌军无人机频繁袭击俄本土，俄罗斯一直报告没有损失就算了，现在都已经发展到掩耳盗铃，掩盖事实了。俄罗斯一家法院命令央杰克斯公司删除或模糊梁赞炼油厂遇袭的照片，这是乌军打击俄罗斯国防工业后，俄罗斯首次进行模糊涉事信息的司法举措。对此，火力军只能说根本删不过来。在2024年3月、5月、7月以及8月，乌军都对梁赞炼油厂进行袭击，更别说还有其他地区的炼油厂、军工厂遇袭。俄罗斯想要掩盖这些设施遇袭的事实，只不过是徒增笑料。战场方向，乌军使用无人机接连摧毁俄装备。库尔斯克方向，由于朝鲜士兵无法成为战地，俄军并未掌握主动权，加上朝鲜士兵被调离主战线的问题，前线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在利布奇进行了4次反击，俄军在沃夫昌斯克附近展开进攻，但是均未取得进展。天气太过恶劣，严重影响了乌军无人机的发挥。乌克兰北方作战司令部发言人瓦迪姆·米斯尼克表示，俄罗斯的破坏和侦察小组大多在乌克兰北部边境地区进行行动，只是由于兵员不足的问题，这些士兵的素质不够，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恰索菲尔方向，乌军在市中心的耐火材料厂附近进行反击，俄军在进攻恰索菲尔的同时，向比拉霍拉、普列德杰尼以及斯图波奇基发起进攻，目的大概是分散乌军兵力，削弱耐火材料厂的力量。托列茨克方向，市内的战线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俄军则向托列茨克附近的迪利伊夫卡、谢尔比尼夫卡以及纽约村展开进攻。乌军第12亚速旅摧毁了使用全地形车发起进攻的俄军。在该地区行动的乌克兰迫击炮连指挥官表示，由于在前线无法取得太大进展，俄军士兵开始使用便服伪装，以绕过乌克兰前线阵地，并且根据乌军透露，俄军正在使用由2至20名士兵组成的步兵群进行突击行动，并且更喜欢在恶劣天气下发动攻击，完全不考虑士兵的感受。也正因如此，在前线作战的俄军士兵不愿听从指挥官的命令作战。对于这种哗变的士兵，俄军指挥官也很有经验，直接对士兵开枪，威胁他们执行命令。对此，在托列斯克战场，俄军开始频繁使用带有光纤电缆的无人机。之前的导弹鱼雷还没成熟时，就是用这种方式制导。虽然抗干扰能力更强，可以不受乌军电子战设备的影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无人机的机动能力，需要避免光纤缠在无人机上，导致飞行失败。而且使用光纤制导，也就意味着无人机只能像导弹、鱼雷那样向前飞行，影响太大，加上成本的问题，俄军有些得不偿失。来自乌克兰的消息称，俄罗斯军事司令部正在将第41集团军的部队从红军村以东重新部署至红军村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俄军第433摩步团和第55摩步旅正在向科特林进攻，以切断 T0406 公路。俄军的进攻强度越大，损失也就越多。乌军复仇旅的凤凰部队使用吸血鬼无人机摧毁多个俄军装备与据点。根据目前的统计，包括4辆战车、2门迫击炮、2个无人机控制点、3个弹药库、1个燃料和润滑油仓库以及3个发电机。南部的扎波罗热与赫尔松战线则没有发生变化。克里米亚方向，俄军在多布热西诺地区藏了1个弹药库，周围部署有防御工事，不过被一名阿泰石油机队的成员发现，并向乌克兰国防部队分享了该消息。估计用不了几天，我们就能看到该弹药库被炸了。乌俄前线之外，爱国者系统也要身披装甲。1月3日，乌克兰最大的钢铁生产商 Metivest 宣布，正在为爱国者防空系统开发一种装甲保护装置。在乌俄战争期间，俄罗斯报道过几起有关爱国者系统受损的消息，虽然知道该消息为假，但是有防护总比没有更好。根据 Metivest 公司的消息来看，他们经过1个半月的时间，开发出一套附加式重型装甲模块，其实就是把装甲钢组合到一起，从而免疫无人机与小型武器的袭击。整套装甲由200片8毫米厚度的装甲钢组成，重达2.6吨，并且根据 Metivest 公司的说法，装甲的重量并不会影响爱国者系统的机动性。对于爱国者来说，虽然增加了2.6吨的重量，但差距不是很明显。但问题是，爱国者加装装甲的目的是什么？就装甲质量来看，肯定是没问题的。
过去一段时间里 ，MITY-WEST 公司已经掌握 T64、T72、M1 坦克以及 M2 步战车的额外装甲生产技术，并且计划也给豹2来一套。前线战车加装这种额外装甲，火力军认为很正常。无人机实在是太多了，而在后方行动的爱国者系统加装装甲，目的大概是增加士兵的安全感，顺带减轻集束弹药碎片对爱国者造成的伤害。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的财政反而越来越好。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乌克兰现在是越打越有钱。根据乌克兰总理丹尼斯·史米加尔的说法，2024年提交的付款请求，乌克兰国家财政部已经全部处理。即使如此，国库账号仍然持有超过23亿美元的资金，外汇账户仍持有37亿美元，这两个数字均是创造历史新高。这足以说明乌克兰政府的财政状况很不错。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国外的援助。从2024年1月到11月，乌克兰用于安全和国防支出的基金大约为428.8亿美元，而乌克兰全部的国家预算支出大约为899.3亿美元，军费支出占到了总额的58.6%。而在整个2024年，乌克兰一共接收了417亿美元的国际援助，在2024年12月更是获得了92亿美元的国际财政援助，其中欧盟、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乌克兰在2024年的最大援助者。也正是因为拥有国外援助，乌克兰曾在面对大量的国防开支时，还能确保社会福利，账户也能有荣誉。除此之外，乌克兰自己也做了很大的努力。1月3日，乌克兰农业部报告称，2024年乌克兰农业产品出口额达到245亿美元，占该国出口总额的59%。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战前水平，并创下历史第2的纪录，仅次于2021年的277亿美元。自乌俄爆发以来，俄罗斯就一直阻挠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并从乌东地区掠夺粮食，之后还封锁黑海，试图用自己的产品取代乌克兰在国际上的市场。这种情况直到乌军无人艇频繁在黑海袭击俄军舰才有所改变。2023年7月，俄罗斯终止了粮食协议，于是乌克兰开辟了一条新走廊，疏散自战争爆发以来就搁浅的船只，并恢复农产品的出口。正因如此，乌克兰2024年的农业产品出口额才会恢复。1月3日，乌克兰海军司令奥列克西·内扎帕帕表示，在2024年，乌克兰为9061艘民用船只通过其海上走廊提供了便利，出口了超过7440万吨的货物，其中包括农产品。只是俄罗斯不想乌克兰恢复造血能力，于是在这条海上贸易走廊中部署了很多鱼雷，不过毫无用处，都被乌克兰海军摧毁。截至目前，港口区域没有发生任何一起水雷爆炸事件。外部的援助加乌克兰自身的努力，才造成了乌克兰当下较好的财政状况。根据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透露，目前几艘登陆舰和民用船只正在驶向叙利亚，其中伊万格伦号、亚历山大·奥特拉科夫斯基号以及斯巴达货船计划于1月5日抵达塔尔图斯，斯巴达2号货船和伊万斯科别列夫邮轮计划于1月8日抵达。甚至有消息称，目前已经有一艘蟾蜍级登陆舰停靠在塔尔图斯，准备撤离俄罗斯军队。俄罗斯驻叙利亚士兵一部分将通过海路转移至利比亚，另一部分部队则重新安置回俄罗斯。叙利亚基地丢失，俄罗斯只能将目光放到非洲，比如利比亚。该国的地理位置也不错，俄罗斯扩大在利比亚的力量，同样可以将海军部署至地中海。只是利比亚的局势不比叙利亚好多少，俄罗斯很有可能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士兵去哪儿已经决定，但赫梅米姆空军基地的飞机还不确定要部署到哪儿。半岛电视台在2024年12月30日对该基地进行无人机拍摄，俄罗斯士兵并没有进行阻拦。视频显示，俄军已经撤离了一部分设备，但是在赫梅米姆基地至少还有10架苏 -23M 和苏35，以及几架运输机，包括1276、安26、安30。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此前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杰尼斯·曼图罗夫表示，俄罗斯军工业2024年的生产计划大部分已经完成，有些计划甚至大幅度超额完成。例如，军用飞机和装甲车的产量增加了 1.5 倍，轻型装甲车的产量增加了3倍，某些类型的火炮产量则增加了14倍以上。火力军认为俄罗斯上述产能过于虚假，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数据皆由俄罗斯自身提供，不具备参考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军工业的产能注水严重，例如装甲车辆，其并不是全新制造的，而是利用退役库存翻新而成。作为俄罗斯最大的坦克制造厂乌拉尔车辆厂新闻处宣称，该公司完成了俄罗斯国防部的合同，为其翻新和生产了T90M、T72B3M 主战坦克，此外还生产了一些 BMPT 终结者坦克支援战车的零部件。
有分析人士指出，乌拉尔车辆厂现在的年产能，如果是翻新生产的话，大约能产出400辆 T72B3M 主战坦克；如果是全新生产的话，大约能产出120辆到160辆 T90M 主战坦克。当然，俄罗斯还有一些其他工业也在从事相关工作，以更快翻新和生产装甲车辆、自行火炮等。不过，随着俄罗斯储存的退役装甲车辆正在迅速耗尽，很可能在今年苏联留给俄罗斯的这些特殊遗产将被消耗一空。实际上，现在还剩下的那些退役装甲车辆库存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无法修复，能够修复的早就优先被送上了翻新生产线。至于那些全新制造的俄罗斯武器，则传来一条有趣的消息：乌克兰专家研究了可以获得的俄罗斯武器装备，发现在全部4231个零部件中，只有22个零部件是俄罗斯制造的。绝大部分零部件来自进口，其中有3073个来自美国。虽然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但俄罗斯的电子工业一向就很薄弱。克里姆林宫战前就宣称要在国内建立相关的替代产业，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取得有效进展，或者干脆说一开始就失败了。不过，在机械制造等方面，俄罗斯依然有一定的优势，最起码能够做到大部分自己。当然，在高端工业机床等方面，俄罗斯仍然依赖于欧美国家。除了俄罗斯军工业自产外，俄罗斯国防部也在绕开制裁，试图从其他国家获得所需装备，尤其是电子战装备。但截至目前，前线俄军配发的电子战装备主要是民用产品，这也是改进后的乌克兰无人机能对抗俄军电子干扰的主要原因。据罗马尼亚防务网站报道，前线俄军对配发的电子战装备十分不满，原因是其质量很差，很多零部件本身就不合格，装配水平也不好，难以在野战环境下长期使用，无法确保对乌军 FPV 无人机形成有效干扰。其实对俄军来说，有的用就不错了，总比没有好。即便如此，很多还是俄罗斯民间组织捐赠的，而不是俄军配发的。进口的民用电子战干扰设备再差，也比俄罗斯自产同类设备要强，而且数量也更多。要知道，同类的俄军电子战设备寿命只有几十个小时，根本不需要乌军打，自己就会烧掉电路板。据防务博客报道，乌克兰一家名为机身创作的公司将一架俄罗斯 S-70 无人机残骸打造成一系列独特的纪念品，且目前正在对外出售。据悉，这架 S-70 无人机于去年10月5日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康斯坦丁尼夫卡与苏57战机一同进入作战任务测试时，偏离预定航线并进入乌克兰控制的领空。俄罗斯操作人员在确认对其失去控制后，由伴飞的苏57战机发射空对空导弹将其摧毁，以免敏感技术外流。按照俄罗斯原计划，这架 S-70从距离前线约587公里的阿赫图宾斯克空军基地起飞，除与苏57协同作战外，还在验证投射精准导引武器的能力。不过这一切都成为了泡影。根据坠机现场发现的残骸显示，这款无人机整合了来自美国、德国和瑞士的技术零件。同时，乌克兰军方还在现场找到一枚由 FAB-250 炸弹改造的 UMPK-D30 导引炸弹残骸，证实了该机当时确实在进行投弹能力测试。俄罗斯的 S-70计划始于2017年，是位于新西伯利亚切卡洛夫航空工厂负责开发，一直是俄罗斯下一代无人机技术的核心。不过，经过多年测试，该无人机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就连实际作战成功的案例都极其有限。此外，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S-70还是苏57战机的中程料机，具备执行复杂作战任务与部署先进空载武器的能力。不过，在上述事件后，外界开始质疑 S-70无人机的实战性能。如今，随着乌克兰售卖 S-70的残骸，等同于在俄罗斯的伤口上撒盐。根据以色列军方声明，从1月1日早上开始，以军集结数架战斗机向哈马斯的原大本营汉尤尼斯发起猛攻，精准打击了当地的军事设施。随后，以军发布战报称，清除了哈马斯在汉尤尼斯警察局的负责人及马哈茂德·阿布萨拉赫，外加一名高级指挥官胡萨姆·沙万。他是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南部的内部安全机构负责人。到了1月2日，以色列和哈马斯均派出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围绕加沙停火与人员交换协议谈判。此前双方已进行过多次谈判，均未取得有效进展。其中的争论点主要有3：其以色列不愿同意持久停火；其2，以色列不允许哈马斯统治加沙；其3，以色列军队不会完全撤离加沙。但这次似乎有些不一样，哈马斯官员为其做足了准备，先后会见了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代表，试图克服以色列提出的停火条件。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该国于去年12月27日批准了2025财年国防支出预算为8.7万亿日元，比2024财年多出9.4%，刷新了历史纪录。在这些预算中，日本将拨款18亿美元用于建设卫星星座，即通过使用大量小型卫星来探测追踪目标。拨款1亿美元用于采购1、2型地对舰导弹舰载改良版，以加强日本远攻导弹的反击能力；拨款34亿美元用于加强防空导弹防御系统；拨款5.48亿美元采购2艘神盾系统搭载舰。此外，还将筹获12艘新型护卫舰，预计明年起将先以约20亿美元预算建造3艘。还将拨款8.79亿美元购买8架 F-35A 战机，拨款4.21亿美元再增购3架 F-35B 战机。此外，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声明，日本还向美国申请了最新的导弹采购方案，且已获批准。据悉，这批军售案价值36.4亿美元，包含1200枚 AIM-120D3 和 AIM-120C8，以及训练弹、导弹货柜和控制部分备件等后勤设施。此次军售的主要承包商由雷神公司负责。AIM-120导弹可在陆空两用，能够由战机和 NASAMS 防空系统执行作战。其中 AIM-120C8 型又称为 AIM-120D， 是该系列最新型号的重大改进型。该导弹加装 GPS 导航以及强化电子抗扰性能，同时由于更换了新型的药柱，其最大射程可达160公里，可显著提升日本当前战力。据防卫博客报道，塞尔维亚和以色列艾尔比特系统公司签署了一份武器装备购买合同，总价值3.35亿美元。根据合同计划，塞尔维亚将获得由以色列艾尔比特系统公司研发生产的 PULS 远程多管火箭炮。据悉，该火箭炮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兼容发射多种不同类型的火箭弹，且允许操作员从同一平台发射各种弹药，且无需重新定位，可更快完成作战部署。其中，在发射370毫米口径的掠石鹰远程精确制导火箭弹时，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当战斗机发生机械故障、失去飞行能力时，座舱的弹射座椅能及时弹射求生，是飞行员保命的重要防线。对此，美空军计划为 F-15、F-16、F-2 战机、B-1 轰炸机的弹射座椅进行升级。原计划中已选定科林斯航天的先进概念弹射座椅5，并将率先对 F-15 机队进行改装，预计2030年完成。但近期由于战备需求调整，重启了相关进案。美空军表示，这并不会影响现有机队升级，而且计划修改优先战机选项，将先为 F-16 战机寻求新方案，再视情况扩大适用至 F-2 战机、B-1 轰炸机。随后，据美国空军与太空军报道，有业内人士披露，马丁贝克公司将以 US-18E 弹射座椅参与竞赛。该座椅在2020年时曾被洛马公司选为 F-16 Block 7072的座椅，并在2023年顺利通过资格认证。其最大操作高度达16768米，最大弹射速度约每小时1111公里，并具备零高度、零角度弹射能力。当然，至于美空军是否选用，还需要进行一系列审查。朝鲜也要建造隐身护卫舰。根据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来看，朝鲜正在建造一艘排水量3000吨的导弹护卫舰，在外形上有些类似俄罗斯的隐身护卫舰，也就是被取消的20386大胆级。而韩国国家统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表示，朝鲜新型护卫舰的外部设计与俄罗斯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级有些类似，后者排水量约为3600吨，并且有消息称，这款新型护卫舰还计划安装垂发与相控阵雷达。如果消息为真，那么朝鲜海军的实力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目前朝鲜最现代化的军舰就是鸭陆级，排水量仅为1500吨，在防空系统上仅配备6连装的真 S 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从真 S 直接过渡到垂发。如果说这是朝鲜自己手搓出来的，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那么答案只有一个，这是俄罗斯提供的。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之后，俄罗斯与朝鲜在军事层面的合作进一步增加，转移一些舰船设计或者是货架产品，比如3K96冷保垂发系统也不是不可能。只是朝鲜没有建造3000吨护卫舰的经验，最终结果如何还不好说。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俄军士兵会如何反抗指挥官的暴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